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作品，就是非常著名的德国艺术家格哈德·李希特2003年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做的一个作品，是修复这个大教堂在战争期间被炸毁的彩色玻璃窗。一般来说，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是描绘宗教人物还有宗教故事的一些场景，但是李希特的这个作品非常特别，他当初提供了很多方案，然后最终感觉好像都不太对，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他突然拿起来了他早期作品的一个小样，比划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对了，然后他就决定这么干。是什么作品呢？就是他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叫做色卡 Color Charts。 他是从供应的色卡上得到的灵感，他开发了一个电脑程序，就是用这种程序来产生真正的无序，然后用这种随机性来安排色彩，来安排一个一个单个的像色卡一样的色彩。就是这一系列作品，他把它运用到了科隆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作品上面。这个作品非常特别，就像我标题里面讲的一样，我感觉它和教堂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下面我来详细的讲一下。当我们讲艺术的时候，就是人们在谈对艺术的看法的时候，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每个人对艺术预设的这个前提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谈论的时候经常是大家的看法的差异都特别大。我不想去谈建立在这个普遍的艺术概念之上的对艺术风格啊或者是什么流派的讨论，要换一种方式。那么先把艺术这个概念打一个叉，然后我们来用描述的方式来把这件事情把它重新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艺术里面有几个基本的元素，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必须要有，然后物，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的元素，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中间是靠什么连接起来的呢？行动、思考，用行动和思考来把人和物连接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样来用描述的方式来把艺术这个概念给它解构了，然后就会产生了无数的这个基本的元素，它会显露出来，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存在。而如果我们仅仅是用艺术这个词的话，这些元素它有很多面向是不会显露出来的，会被忽略掉。西方这个艺术肯定是建立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思想、传统文化之上的，对不对？那么整个西方世界他们的文化根源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文化，它和其他的就是古代的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古希腊人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欲求，他们想要寻找一个特别确定的、稳定的、永恒不变的这么一个存在，一种规定，一种秩序。所以从古希腊开始，他们认知的世界和其他的文明认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古希腊人有两个世界，就是刚才我说那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欲求，是他们预设了另一个世界。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并不认为这是预设的，就是这是他们特别强烈的希望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把它当真了。所以古希腊人认为的那个世界是两个世界，就是由具体的实实在在可以摸得到、看得到、摸得到的事物存在的世界，感性世界，和一个超出它之上的、独立于它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也是一种规则、一种规范，它决定了我们的感性世界是怎么呈现的，决定了我们的感性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我们所有的这种现象背后的这种规律，通通是由那个超感性世界来决定的。研究的这个范畴里面有两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门，一个是研究这个世界上所有具体事物它最后的那个最高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这个所有事物的整体之外，它必然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最强大的一种力来推动这个世界运行。而这个力是什么呢？上帝。所以说他们这个文明里面两个最重要的方向，一个是
要寻找所有的事物的那个恒定的那个本质，你把它们抽象总结出来，本质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世界之外推动这个世界运行的这么一个力是什么东西？就是上帝。我们的感性世界是 B， 然后超感性世界是 A， 就是说我们看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这些事物是 B， 那个超感性世界就是说决定了这个感性世界如何运行的这个规则，就是它这个世界的本质，还有推动它运行的这个力，也就是上帝。这个世界是属于世界 A。 那么 A 和 B 是什么关系呢？ A 影响 B， A 决定 B， A 独立于 B 而存在，但反过来 B 不能影响 A， B 不能脱离 A 而存在。也就是说上帝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感性世界，也就是 B 世界，然后我们的感性世界不能反过来影响上帝，也不可能反过来重新规定这个世界怎么运行的秩序，对不对？你把它套用在人和艺术品的关系之上，你可以这么看，就是人在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来创造艺术品的时候，其实是在造一个世界；人用世界上的物来创造艺术品的时候，其实是创造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人当然是无意识的，他其实是无意识的把自己所理解的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这种架构、这种关系投射到了材料和整体艺术品的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人创造艺术品就相当于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人和这个艺术品的关系就像上帝规定了这个世界运行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艺术品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艺术品中间的材料和元素，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这个整体的艺术品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这个人所认为的我们和这个整体世界的关系的这么一种投射。也就是说，在 A 世界，也就是在超感性世界里面，上帝和规则决定了我们的感性世界。然后在艺术世界里面，艺术家和艺术家所给予的这个艺术品当中的所有的物质材料，它们所组合成的那个规则，也就是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那个超感性的世界，对不对？然后艺术品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性世界。在现代艺术时期，虽然有很多艺术品它是貌似是混乱的、没有规则的，比如说波洛克的滴画，他把颜料随机的滴在了画布上，虽然看起来是无序的、混乱的，但这个当中的因素还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艺术家来操作这件事情。你虽然是无序的，但是当中其实还是有构图的，对不对？和古典艺术当中完美的秩序不一样，它这个是混乱的秩序，虽然看起来混乱，但是并不是完全无序的，还是有人的意志在其中起作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一点进行了思辨，然后也进行了实践。我觉得完美的体现在作品当中的就是李希特的这一系列色卡绘画。我觉得哪怕是李希特啊，哪怕是李希特自己闭着眼睛把颜料排一排，也没有他现在用的这种方式，也就是用电脑程序、用数学的方式来进行真正的随机生成的这种无序来的彻底。他把艺术家的这个因素彻底的排除在了艺术品生产的这个过程之外，就是他把我刚才说的最基本的3大部分其中的人力因素完全的排除给取消掉了。所以他早期的这个色卡这一系列作品，我觉得非常彻底，非常好。对于艺术品这个小世界来说，外部推动它的那个角色消失了，也可以理解为人意识到了我们曾经认为有一个外部推动这个世界运转的一个力，也就是上帝，被取消掉了。其实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以及上帝死了之后所产生的虚无主义。彻底的无序，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这件作品，偏偏是这样一个作品放到了教堂里面。当时那个教堂的主教对这个作品很不满意，开幕式都没有来参加。我觉得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虽然李希特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啊，这个后面讲。尼采所说的这个虚无主义，就是他意识到了，从古希腊，从柏拉图一直到他的那个时代，
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上帝以及本质的世界是一个人虚构出来的一个世界，是人为了应对生命的虚无而自己创造的一个貌似永恒的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在其中能得到安慰。但是尼采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了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世界，然后人在其中是真正的这个生命力，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意志被压抑被弱化。李希特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经历了东德，他对所有的这种意识形态有先天的这种抵抗。但是有一个问题，西方世界中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和我们中国人这样的无神论者，他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对着上帝说我相信你和我不相信你，就还是在围绕着上帝在进行这种思考。然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你不能跟他讨论有神还是无神的问题，他的反应就是什么是上帝？上帝这个问题从来就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西方世界当中的无神论者，他们都是一些特别纠结的一些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还是很暧昧，他不可能是一个100%彻底的像中国人一样的无神论者。因为李希特10几岁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他后面有一些表达，我这里引用一下，比如他有一次写到，要相信就得失去上帝，要绘画就得失去艺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上帝和艺术在他这句话里代表了什么？其实指的就是一种规范，指的就是一种抽象的教条，一种集体的思维的这种结果。李希特他所认为自己的那种无神，可以理解为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但是并不代表李希特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西方文明当中生长出来的人，他们内心的那种强烈的想要去寻找意义的这个力不存在，对不对？这个力我觉得是一直有的，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了之后，他们就是变得和我们中国人一样，是那种彻底的无神论者。不是的，从古希腊文明开始，就是人们那种强烈的想要寻找意义、想要寻找永恒的这种欲望、这种力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虽然它延续了2000年，它仅仅是这个力在历史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而已，它不是永恒的。那个想要寻找意义的那个力是永恒的，这才是他们文明的一个根基。所以说李希特认为上帝没有了，但是他想要信仰，想要去寻找意义，想要去不停的去思辨去追寻的这个力还是存在的。然后李希特说它是一种期待的怀疑主义，你看也证明了我刚才的说法，他怀疑，他质疑，他创造出来一个如此彻底的一个虚无主义的作品，但是它是一种期待的怀疑主义，他依然是想要有期待，想要有信仰，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虚无主义。其实你可以去搜一下尼采的一个概念，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里就不展开讲。李希特怀疑一切，但是他确信自己的作品完全属于天主教艺术的传统。他所认为的这个属于天主教艺术的传统，就是想要超越的，想要信仰的那个欲望，那个力，它属于的是这个传统，而不是信仰一个具体的一个神、一个上帝。这个基督教传统它的那个精神的一种延续，但是同时又是对具体的这种有神论的这种基督教的一种超越。人们站在这个虚无主义的作品下面唱圣歌，整个环境气氛、光线还有音乐都被李希特这个作品转换成了什么呢？被他巧妙地转换成了人类面对虚无主义的世界时对于重建人类价值的憧憬。这是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然后这个空间不再是 The House of God， 而是 The House of Human， 对于上帝这个提供意义和价值的对象的赞颂，变成了人类鼓起勇气在虚无主义的废墟当中重新建立价值的颂歌。哎，我当时看了这个视频，我真的特别感动。然后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你自己想的。然后李希特是不是这么想的？也许李希特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全部是通过直觉来做的。
就是他的直觉，他这种体悟是大于他所拥有的这个知识的。怎么说呢？就像上次我视频里面讲了8个艺术家嘛，里面讲到丰塔纳，就说丰塔纳的作品可以成为更加彻底的作品啊，就他创造出来绘画艺术和空间之间的这种穿越的这种关系。他本来通过直觉感受到了，他也做出来了这个作品，但是他的这个知识啊，他的某些残留、某些不彻底的方面，又反而限制了这个作品。比如说，就像我上次讲的，他把作品后面割出来那个东西后面贴了一个黑色的胶带，然后空间的这个元素就变得不那么彻底了。这个当然有一点遗憾啊，但是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然后体现在李希特这个作品上面也是这样的。你看他前面的作品啊，所有的色卡系列绘画，包括后期变成了好像是4900色，也是这个色卡系列作品，只不过他把颜色之间的白色的勾出来这个线框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色卡系列作品曾经是把颜色们排列出来、展示出来，来表现这个无序。但是他把白色线框取消掉了之后呢，色彩和色彩之间直接接触了。这个意思，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让色彩之间直接接触之后，事物和事物接触之后，才能产生一个世界，因为他们之间才会有反应，他们才能组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有线框把它们分隔开的话，那么它们就还仅仅是单独的颜色，它只是一种展示。所以说，他的这一系列作品其实是一点一点在向前推进的，直到这个科隆大教堂，他运用了这种想法来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点问题。虽然这个我认为啊，后面的这种对于教堂的这种转化是特别伟大、特别了不起，而且特别颠覆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的。就算是非常清晰的，假如说李希特非常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承认的。但是我认为李希特并没有非常非常清晰的，又从知识的层面去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体现在了他作品上，也就是产生了一种不彻底性。他早期的色卡系列作品和后面的4900色都是非常彻底的，人是不干预的，他完全不干预这种排序，完全是用电脑、用数学的方式产生真正的无序来排列这些色彩。大家看这张图啊，李希特这个作品当中，它所有的颜色是取自原先的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这些宗教故事的图案当中的颜色。所以说它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的选择的，而是对原先就有的这一个具象作品的这个世界，然后进行了一种转化。也就是说，曾经的这个具象的彩色玻璃窗的作品，它其中所运用的所有的颜色组成的这个世界，李希特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是直接把其中的颜色的排列顺序给做了一种转化成了后面的这个抽象的作品。本来画面里这些红色啊、黄色、绿色、蓝色、紫色，它都是为了那个具象的那个形而存在的。但是李希特把它进行了转化之后，原先的秩序消失了，目的性也消失了。但是在科隆大教堂作品里面，他干预了。他怎么干预了呢？他去掉了一些特别浅的颜色，和去掉了一些就是比较浑浊的颜色，因为会影响视觉效果。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作品里面，他的一些干预的行为就让这个作品没有那么彻底了。他去考虑了视觉效果。他曾经无序的作品从来不考虑视觉效果的，无序就是无序。比如说在有的作品当中，它会出现3块黄色连在一起。达米赫斯特曾经谈到过一点，就是他的原点的那个绘画里面，他曾经也是想用无序的方式来排列颜色，但是他不能忍受7、8个黄点连在一起。我在一个视频里看到他这么讲过。但是你看李希特做的就特别彻底，但是在教堂这个系列作品当中，他就进行了人工的干预，而且在某一些部分，他那个色彩彩色窗户，他那个彩色窗户当中的颜色啊，比如说左边这半部分是电脑无序产生的随机的排列啊，然后他右半部分呢把这个东西给镜像了一下，
你这么干的话，你看他还是为了视觉效果，为了一种平衡，可能是为了产生一种更为庄严的效果吧，然后就影响了这个作品的彻底性。你还是100%的无序吗？不是了，你还是彻底的100%表达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想吗？我感觉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说这一点呢，其实也就体现了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西方世界里面自称是无神论的这些人，他们和宗教的这种暧昧的关系，他们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彻底的100%的无神论者。所以你看，当他把作品放在教堂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他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行为，他会去干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这种不彻底性的一种体现。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可能还是有点难啊，拜拜。